它真的会因为我们冲血冲的很多，真的会更脏。本来就已经不小了。好啊，他说本来就不小，我就要来问喽。一定有16。我今天可以大放松。他的内裤也是配警察制服的颜色哎。我成年之后反而因为屁股一直受到好多的夸奖。按赞、订阅、开启全部通知。您现在收看的是传播地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今天要介绍给大家一位制服系的男子，欢迎警察先生小草。Hello， 大家好。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想要当警察？其实大四要毕业的时候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工作了，主要还是稳定。但是我又听到有一个东西叫维安特勤队，它是警察里面不到200人里面的精英部队。所以他是做什么的？就是要拿真枪跟别人对干。你梦想是拿真枪跟别人对干？我梦想是拿着真枪跟歹徒对干。OK， 但是他这个部队就是他很少会出动。我现在讲的维安特勤，它是一个很小的部队。那你们一开始大部分人听到的特勤的维安是可能是总统旁边的那种维安，对，但是其实不是。哦，这就不一样，另外的是另外的精英部队，就是比如说歹徒到某一栋房子里面，有人要围攻，要进行攻坚的时候，那就是由这个部队出动。对，所以你本来是想要考这个。我已经有去过受训了，可是很可惜的是没有受训成功，因为真的很难。你说多少的录取率？就是每年大概有1-2个人毕业，这么低？对吧？1-2个人，然后去考的人可能有到1000个左右吗？每年报名差不多200人报名，然后最后会选出36位去受训，然后受训36位只有1到2个人可以毕业。那你现在主要是当交通警察？对，我完全就是走交通这个业务。那交警的勤务有哪些内容啊？就讨人厌的开罚单。对，最主要其实就3大业务而已，很好记。哪3大？一个就是开罚单，然后第二个就是处理交通事故，第3个就是抓酒驾。会不会很容易被民众讨厌？我还好啦。真的吗？真的还好，因为我个人出去外面巡逻，我其实蛮不爱开单的。我一个月开单的件数真的相对来讲是非常少的。那长官会给你压力吗？不会，因为我是专门在抓酒驾的。我是专门抓酒驾。对。那你怎么判别这台车有酒驾的风险的可能性？你以整个大数据分析下来，你要怎么去判别它容不容易喝？那可能开那些功能车子确实会比较真的吗？对。例如说1-2款，我们听一下。就是那种有后斗那种车子啊，后斗或是什么底盘改低的那一种吗？小屁孩那种车，比较不会，其实还好。像我自己我其实有一部分很讨厌交通警察，是因为有时候我坐计程车回家，我们会喝酒嘛，那半夜一定是我是坐计程车回家的那一种。我遇过有一次是我坐车，然后那个被临检，除了问司机之外，他是叫我下车。我想说我是乘客，even 我喝醉又怎么了吗？那我还是下车。他就说他是要看证件，那我就拿了证件，然后我另外袋子放旁边，然后因为我2个皮夹，一个警察就去翻我另外一个小皮夹，我当下就是。我发现说，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我没有同意让你看我的皮夹，我只是要给你看我的证件而已你怎么可以随便乱翻？那这个事情，交通警察是可以做的吗？其实还是要先经过你们的，就是一举一动都是我同意才能做，对不对？对。然后我要看你皮夹，我要看你什么，我也有权利拒绝。除非我们已经观察到你有一些不合乎常理的一些怀疑的地方，我们才可以用警察职权行使法来规。例如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已经看到你钱包里面就是有一包粉末，那已经是完全是不合理的东西啊！你不可能带一包糖在你的钱包里啊。OK， 对，这么明显的东西，我们就是可以直接用。就是我刚刚看到有什么东西，我觉得非常可疑。对，就是这就 OK。我们要直接指出说，我看到你的什么样东西，你就是有可疑的行为，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看你的钱包。那酒驾都会跟司机说什么？来吹。比如说，先看他的脸色，如果他的面带酒容的话，酒容就是如果是红的话，而且晒太阳的红跟喝酒红用的不太一样。如果你是晒太阳的红的话，通常会是一整片的，但喝酒的红会是一点一点，而且就是比较局部的，对不对？对不对？不均匀，然后耳朵也会有红的地方。所以吹一定要下车吹吗？不能在车上吹。如果你车子还在发动的情况下，你有可能踩油门你就撞到我们，很危险。所以我们盘查的时候尽量会把别人带下车来，对吧？这些东西在警校都会好好的教。应该遇过很多不受控的人吧？我之前有在做短剧，所以我有上网收集很多资料，真的很多很怪的人拒绝吹那个酒测。我去年其实也有遇到，我刚刚拦下他，然后他就非常的仇警，他其实只是一个没打方向灯的民众。然后我也是怀疑他有喝酒，因为他就是红红的，所以我只是说，先生，你刚刚没有打方向灯，我需要盘查你一下，我需要看一下你的证件。然后他就是开始歇斯底里的跟我，我想看证件，对他就是跟我大吼，你给我看证件。然后
因为他态度已经不好了，当下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觉得，为什么你要这个样子？明明就是双方配合一下就好了。对。那我查完之后又发现，好死不死他又无照驾驶。啊？对，那就开他罚单了。开完之后他就很不爽啊，他就又开始疯狂的歇斯底里，然后就往我胸口揍了一拳。但是当下他揍完我之后，他又不小心扭他自己的手，就有点尴尬。该不会说我要告你伤害你，害我手扭伤？没有，可是因为他已经袭警了，所以我就只好叫五星店通报我们的警网，对吧？每天都要面对这些负面情绪，也是蛮累的。会不会有比如说那种半夜要拦车临检，很可能他们就会故意把车开向你们，就是要造成那种恐吓的效果？我们在桥上摆零件，那桥上有安全岛，但那个安全岛其实是有架高的安全岛，所以要翻很高才翻得过去。对，然后他就一直死不给我们收他的身，所以就是他就是有鬼就对了。对啊，就死不给收。他有东西在他里面，很明显，因为他手一直挡，一直压。对，突然下一秒他就直接翻过去了。我一看到他翻，我也马上跟着翻。但是我3个同事他们就体型比较大，对他们翻不过去。不可能，这时候还趁机就是羞辱同事一番吧？没有，这当下就是后面还是想一想，你就说你自己身手矫健就好，说同事。但是后面想一想也是很生气，为什么刚才只有我翻？然后我就跟着他一直跑。然后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在很远的地方再摆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前后夹击，然后 OK 哦，这是一个秘密，我们不知道，就是前方会再摆一个人。对，我们称为口袋战术，就是不管他怎么跑，其实我们都有人有办法拦到你。好，就是被临检不要跑，好不好？危险，你危险，警察也危险。对，像我之前记得那什么桃园还是哪里，是不是有个女老师，然后就被摔倒那个？对啊，我就觉得对，她在路上走到底可疑是什么？我们在民众的立场也会很困惑。对啊，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件？而且他最后又把他绊倒，真的有点太超过了。对啊，就是如果莫名其妙被带回警局，就说傻小，我出门买个蛋，然后就被带回警局，我自己也觉得很妙啊。对吧？就是我们一样米养百样人啊，其实对，世界上警察百种，也有小草这一种的哦，比较算脾气好吗？不会，我其实也很凶。我上个月才接到一通我大骂对方的电话。为什么？他怎么了？就他打来，然后口气就很不好，就是说，请问你们的某一位警员在吗？然后他是我学弟，但我今天学弟他没有上班，然后需要帮你留个电话吗？他在电话中就会讲说，你们到底凭什么开我女儿罚单？然后神经病啊！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当下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他说，我女儿就走在路上，然后被车撞到，还要被你们开罚单。然后我说，那请问你女儿有走在斑马线上吗？因为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所有的后续动作，如果双方有什么违规，我们都一定要开。所以如果没有走在斑马线，就是那个行人也有违规的事实，对不对？对，我就是顺便安全宣导一下，就是如果有斑马线100公尺以内，你一定要走。真的哦，长知识了。对，大家以后要闯，那个闯之前量一下。那个妇人她就是她女儿没有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就是好死不死刚好被车撞到了，所以我们也只能依规定开罚。哦，等于双方都有瑕疵。对，然后他就把这些所有怒气迁到我学弟身上。对，但是我跟别人大吵的情况下，我都是确认好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没有问题了，我才会开始就是吵得赢，确认我吵得赢之后，我才要跟你吵。对，我就是跟他确认说你现在罚单开第几条，好，这一条是开行人违规，好，你有没有走在斑马线上？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会直接说你在大声什么啊？我就直接跟他大骂哦，然后我大骂完之后，他就说，没有啦，我刚刚我讲话本来就比较大啊，然后我就说你声音大就大，你声音小我就小，你现在是要大还是小？你的声音很可怕很震撼我吼的整个办公室都听到我声音啊。是所有的警察都有具备这么大嗓门吗？没有。你们有没有训练这个就大嗓门更呵止那些人？也还是有大音跟小音的啦，对吧？什么是大音跟小音？没有，我们因为人数都很多嘛，我们还是有适合比较做我们这种勤务组的人 ，OK， 所以出去跟别人开骂的，音量大的适合做这个是不是？对，也是有就是比较适合做内勤的，然后处理交通事故啊。哦，就是大音跟小音，大家学会了没有？OK， 那我听说你有处理过一个我个人觉得很害怕的事件，就是火烧车。火烧车那个案子是我第一件处理的死亡车祸案。然后当下其实是半夜大概4点吧，其实真的已经很累了，因为值夜班真的很累。然后就突然接到通报说有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已经知道有救护车跟消防车都要到现场了，然后知道是严重的，所以我就要赶快过去。然后当下到的时候，其实看到的是车子撞到了桥墩，然后看到的是已经分开2节了啊，车子已经断前后已经断2节了。对啊，那个图非常难画，因为我要画它的前半身在桥墩，后半身可能在飞到别的地方去。好可怕哦！可是当下其实没有太多的震惊，因为我们很多的后续的程序要走，所以我就要赶快拍照测绘。其实那时候在
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要问旁边学长说，哎，那一位驾驶到底在哪里？我学长才跟我讲说，就在你现在正前方。然后就可能我这个距离还不到我们比我们这样还近，还要再更近，就是已经是一个黑炭，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可是他在驾驶座上面吗？哦，他那个挤压的力道非常大，所以他从驾驶座被挤压到副驾驶座，他的那个主驾驶座已经是卡在桥墩里面了，所以他被弹飞到副驾驶座。消防队有来，然后把他拉出来，确定他的左脚还踩在哎呦，我的天哪！我本人做灵异节目做了6、7年左右，我听到这个还是毛骨悚然。那警察这个身份在你的恋爱上面是有加分的吗？会，人就慕名而来，绝对会，因为太多人一听到这一份职业都还是会有个遐想，而且每个人听到的第一句话都是说，你可以靠我吗？靠呀！真的，我每次在外面遇到，烦哦、大家只要知道我是警察的时候，都会跟我讲这句话。我有朋友就是比较好笑，他知道我们另外一个朋友是警察，就说你的制服可以借我穿一下吗？他说干嘛？他说他想玩一次角色扮演。我说这是莫名其妙，这些东西其实都买得到，好不好？你们现在新的制服也买得到吗？买得到，在外面都买得到啊，只是真的不能够秀那个臂章而已啊。OK， 那你会排斥跟自己同样是在警界服务的人交往吗？不会啊，我现在教的也有过几个啦，后来发现说好像其实教跟自己同性质工作的人，其实他比较能够理解你。对，至少我们都知道对方在上班的时候大概是在做什么事情。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怎么都联络不到人，因为你们在执勤不一定都可以，我们一次出去2到4小时，基本上是没办法拿手机的。所以他那时候如果有要事找你，那种很黏人的就不行了，对不对？真的不行，对吧？我也不太喜欢教太黏人。但是你有教过很黏人的，而且疑似是狮子座。他刚刚才知道说你也是狮子座。对，他那天跟我讲完那个故事，我想说，他讲完那个情节说，对方是不是狮子座啊？我没有想要攻击狮子座，但是我遇到这位小狮子，他真的可能年纪太轻了，所以他的占有跟控制欲实在太强了。就到最后跟他分开的时候，我还帮他列了他的满清可能24大酷刑，24大罪状。不是你要写给谁看，还列下来？没有，我想让他知道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你有写哦？你是写给他本人看的？我写给他本人看啊，我打在 LINE 上面，然后还加在记事本上面。好，我们明天下班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场电影。好啊，可是当隔天我下完班之后，其实我体力很累，骑车到排球场接他，他上下班其实都我要去载他了。哇，好好哦。反正我接到他之后，然后因为我眼睛很酸，我跟他讲说，那今天还是先不要看电影好了，我们去吃饭啊，或者是去看夜景啊之类的都好。然后他当下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就突然暴怒了，他就说你这么说真的很自私，你为什么都没有跟我好好商量？然后我就会一脸的冷漠的吗？还是生气？还是暴躁的那种？是暴躁的那种啊。你这一次代表考虑我开手，是没有这么的大声啊，只是 OK， 只是当下就是我想说，我刚刚不是在跟你商量吗？而且昨天也还不是说我们确定就是要看哪一部电影。其实让我最生气的是他没有去顾我的身体，就是我有承接某些比较特殊的任务，就是比较不方便讲的。那但是我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我可能有时候可能大概2到3天是不能睡觉的。这样不会死掉吗？人类可以2到3天不睡觉？就是要狂灌咖啡啊！哦天哪！然后反正我执行完了。回到家了，我已经起码48小时没睡了。然后他一样要跟我说，那你要来载我。干，我真的会骂脏话哎。但是那个球场是我租给 WeMo， 那是5分钟就能到的距离。那为什么不自己回去？到最后还是有把他说服到他搭公车到我家最近的公车站，然后我再把他载回家。可我当下其实已经很想睡了，因为我太累了。我连骑车回家我都骑大概时速大概40，因为我真的太累了。你很危险啊。对吧？我自己就是因为有疲倦骑摩托车，然后我在桥上就我是没有意识到我是昏倒还干嘛，就是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救护车来在捡我的裤管，就是真的疲劳驾驶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从此以后我只要有熬夜，因为我们的产业我做电视嘛，也是很容易熬夜，是像你说的48小时没睡，那真的是你看起来很清醒，可是你下一秒很可能就会嘣，对啊，已经不晓得自己在干嘛了，突然就会断电了。对对对，就是备用电池也用完了，所以疲劳驾驶真的很危险。你看，即便他这么壮，还是会有随时晕倒的可能性哦。但身材这么好，可不可以借我们感受一下？我一直对你的二头这样看起来很好看哎。我的手臂基因算好的，就是我没有练太多的手，可是它就是会长得比较宽一点。没有练就长这么好看？但是我真的最好的东西不是这里，是哪里？是臀部。来秀给大家看。就是我没差，就是我，因为我以前是练田径队的。所以你的腿是粗的，是不是？不是，我的整个臀部其实是非常。那我帮你把你转侧面好了。转侧面吗？
我看一下这个画面上看得到，没有，你就算要，哦哦哦就算要我挤一下，我也都没差。你屁股很多肉哎。对啊，哦，我再拍一下，对，大家看，有没有？有需要吗？我今天可以哦。哦耶！我今天可以大放松。好，人家大放松，我有什么理由好拒绝的呢？就是 say yes。就是我的臀部大概就是蛮宽的。哦，等一下，他的内裤也是配警察制服的颜色哎。没有啦，就是是吧？是一样的。哦，还是你要稍微转一下正面再转回来。我可以啊。好耶！福利时间结束。不可能这么性感吧？可以。好，我们等他穿完衣服继续聊天。好。所以你最喜欢的就是屁股。最喜欢的也没有啊，我当时其实因为屁股大让我蛮困扰的，因为很多人都会取笑我屁股啊之类的。哦，为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我知道同学就会一直讲说屁股很大啊。你知道有些男生没屁股，他就死命的想把它练大。我访问过这样的来宾啊，所以应该那些人反而会羡慕你哎。有，我成年之后反而因为屁股一直受到好多的夸奖。所以你说你练田径，所以你应该腿也算粗的，对不对？比较粗壮。因为我是练短跑的，所以我就是爆发力的，所以就会腿啊屁股会比较大。我觉得你整体是蛮均匀的壮块的那一种，胸肌看起来很迷人呢。有啊，就我本身都有在练啊，我一个礼拜大概要练4到5天。所以这是你个人想要的训练，而不是警察要求的训练。完全不是，我就是一个爱运动的人。OK， 对。但你们警察要求的训练是不是一个礼拜是多少时间？因为我们有规定一个月要8小时。然后1个月要8小时，那训练哪些项目？其实1个月8小时真的非常的不够，因为我们要训，最早以前还要练柔道，现在暂时不用。哦，对，以前好像我警察是要练一些以前要擒拿之类柔道的跟跆拳，现在擒拿还有。对，现在就是我们讲的是综合逮捕术，其实就是一些关节技的东西。除了练这个综合逮捕术以外，我们还要做一些情境演练啊，比如说我们要可能把车开到大家面前啊，反正就是盘查，然后如果遇到不理性的民众的话，他如果拿着枪拿着刀，让我们怎么反应？就等于是所有状况的实战演练的练习。对。那我可以再感受一下你的胸肌吗？你要怎么感受？用手，我最喜欢感受这一块。你这一块肉怎么这么多啊？就是下胸也要加强训练，才有办法这么的圆厚，是吧？有，我摸到很多好摸的肌肉，我一脸开心的，扬一扫过往所有的阴霾。那今天是不是有准备一个什么东西要送我的？哦，对啊，耶！这个来，我送你一个。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害羞哎。它叫精微钢，对，但是它不是为了钢，它就是保健。精力。对，它就是日常保健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每天都有吃啊，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东西。那这个精是指精力吧？对啊，就是说不是那个精。OK， 是精力，让你精力满满，又威猛又很刚强。它里面最大的成分其实是那个一氧化氮。我们人体如果补足一氧化氮浓度的话，我们最大的功能其实是保健我们的心血管啊，真的吗？对，如果我们血管有弹性的话，就是充血速会很快。怎么样看血管有没有弹性？像有些人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他轻轻打一下，然后他就会 O C， 这种人就必须要补充一氧化氮。我们补足一氧化氮，但我们男性其实最大的充血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下面。对，所以它对我们下面非常的有帮助，对充血非常有帮助。对，然后里面又有那个鹿茸啊、玛卡，这都是最常见的那些。我最近采访问一个来宾，他跟我说吃玛卡，他自己个人的论述或查他查到的资料，他说他有吃玛卡，跟加上一些保健，2年内他的阴茎从14变成16公分。有这么厉害？是不是？我也很 surprise 哦。我没有要夸大，我只是转述我那个来宾说的话。可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吃，它真的会因为我们充血充的很多，然后就会真的会更胀。对，就本来就感受上的胀还是本来就已经不小了，然后那个胀就是好他说本来就不小，我就要来问咯。本来是几公分？几公分哦？16，4，一定有16了，然后16.5，对，一定有16.5，搞不好有17.5这样子。有些人会这样讲，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先讲16就好了，不要去夸大自己。好，我们在充满了16.5的想象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传播地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怎么笑这么开心？看被他吓到。没。太凶，对不对？我什么太凶？因为你刚刚大喊那一声，我有吓到，因为我本身也是很会大喊的人，但我还是觉得那个能量狮吼功能量场很强。